中登们啊，你再有钱再帅气，只要你不会 deep talk， 你都很难跟一个高质量女孩建立一段优质关系。这个 deep talk 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字面意思啊，就是深度沟通、潜意识交流啊。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叫法，但是它的本质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种，说实话，是一种比较脏的一个人性权谋术。这玩意儿不仅能够让你，就是你身边对你无感的女生都能够强行爱上你，甚至还能够让你读懂人性的底层逻辑。无论说你是跟人打交道做事业，还是说你是想要去做好两性关系这个板块，都能够轻轻松松的收割到别人的信任。那接下来嘉哥可以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 case 啊，我可以带着你们去感受一下如何实践落地。这个兄弟呢，41了，做软件开发的啊，算是他们公司的2把手了啊，手下带着将近100人的团队。那这个兄弟之前呢是有过一段2年的婚姻的，最后分开的原因是因为他感觉好像跟前妻就是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了，聊不到一块儿。两人虽然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慢慢的感觉处的好像跟室友一样。那这一次呢，兄弟他来找我，其实就是因为他相亲认识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女孩子，小他10岁。那这个女生呢，家里是做教育产业的，这个女生自己呢也经营了一个考研的机构。相亲见面第一天，这女生就迟到了。本来兄弟心里面是有点不舒服的，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女生穿了一套西装，戴着一个黑框眼镜，扎着个高马尾，手里还拎着一盒蓝莓，就跟兄弟说：“不好意思啊，刚跟一个家长聊点事情啊，听阿姨说你挺爱吃蓝莓的，路上我就顺带买了点儿。”看到没有？这种知性的美，再加上那种温婉的气场，加上她的穿着打扮是这种女强人的那种风格，直接戳到了兄弟的心巴上啊！但是呢，兄弟这个人呢，确实还是有点太呢了啊，所以后来兄弟跟这个女生日常的聊天，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在干嘛呢？刚开始这个女孩子还非常的礼貌的会去回应到他，会说什么哎呀我在备课，哎呀我刚上完课。但是后来这女孩就越来越冷淡了，于是兄弟就意识到问题了，他就赶紧来找我了，因为他不想错过呀。 OK， 我想考考兄弟们你们觉得跟女孩子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频率高，够幽默啊，会找话题？其实都不对，跟女生聊天最重要的是深度。有些人可能跟一个女孩子聊天，第一次就能够聊到原生家庭，聊到对情感啊，对各种这种的看法，包括甚至还能把别人的情感史给聊出来。但是有些人真的就是聊了1个月了，都还停留在吃了吗？啊，睡得怎么样啊？这里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聊天的深度问题。各位要知道啊，现在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是戴着面具生活的，人嘛，脱去皮囊无非就是206股，穿上衣裳呢，便身万千假面。人前万般喜怒，全是掩饰本心的面具。就比如说焦哥我呀，你看我平时跟你们侃侃而谈的，但是实际上呢，我是一个 I 人啊，我是不是很喜欢说太多话的。但是同样，你喜欢的那个女生，你真的喜欢她吗？你除了知道她的名字、她的工作、她的爱好，你还知道她什么呀？很可能你都跟她认识有1、2年了，但是你还是没有真正的认识她。你对她的一切公式都是在攻略外面的那个虚假的她，那你又怎么可能真正的得到她呢？啊，这就像是一块石头，里面有一块美玉，但是你一直费劲儿的磨着这个石面，那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你要做的是凿穿它的所有伪装，这样你才能够看到这块玉最美最真实的一面。而 Deep Talk 就是你凿穿伪装的利刃，它不是什么技巧啊，而是通过利用概率、心理暗示以及人性弱点的一些这种沟通方式，所以它不是术，更是道啊。我当时带着这个兄弟呢，带了有10多天吧啊，给他内化了一些 Deep Talk 的一个思路。啊，兄弟刚开始呢会觉得说有点不保险，所以呢我就带着他做了一个小实验。但是这个兄弟啊，他公司的情况其实是不太乐观的，因为他手底下有个主管，一个女生刚生完小孩半年，然后呢他近期在带一个项目，天天加班，所以怨气是比较重的那个女孩子。有一次呢，那个女孩子就当着好几个员工的面跟兄弟吵起来了。当然这个主管的能力呢又确实不错，做事情又非常的负责任，所以兄弟就拿他有点无从下手了。那当时呢，我就让兄弟用 Deep Talk 的这个思路啊，抽了1天时间啊，专门找这个主管聊了聊天。当时跟这个主管说，其实我看得出来，这个项目对你来说压力是比较大的。很多时候你不说，但是我是能感觉得到的，你其实就是不想让大家失望，所以什么事儿你都喜欢自己扛着。你看你最近熬夜都熬到很晚，今天你要不就早点回家休息，不用把自己逼得这么紧，稳比快重要很多。之后如果说你还有什么卡壳的地方，你随时敲我的门儿，我任何时候都很乐意来协助到你。
那高能力的员工，他往往习惯报喜不报忧。你主动说出他的硬撑的这种状态，自然就会瞬间的打破他的心理防线。这就是 Deep Talk 的一个底层逻辑啊！我们要先共情状态，再传递我给你托底的这种安全感，而不是催他加油感。那之后呢，兄弟也跟我反馈说，第二天这个女生主动给他道了个歉，说之前因为情绪影响到公司氛围了，而且在之后的几天里呢，这个女生的工作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提升了。那这一次小实验之后呢，兄弟也是完全的放心了，所以我就带着他正式的开始跟女孩子接触了。那有一天啊，这个女生就说终于把考试周给忙过去了啊，可以休息了。OK， 一个看似随意的吐槽，可能各位就只能够想到安慰和解决两个方向，要么就说累了就休息一下，或者呢就是说带他去哪儿放松，对吧？好，这些回答有问题吗？没有。但是对关系拉近有帮助吗？也没有。而我当时让兄弟怎么回的？这段时间累坏了吧？我本来以为你会像别人一样去抱怨，但没想到你都是一个人扛。OK， 这就是 Deep Talk 的策略之一，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想啊，忙的背后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连轴转，代表着身心俱疲。所以他能够把这个话说出来，就说明他现在不是想要吐槽，而是感受到自己已经开始很疲惫了。那兄弟，你这么说就会有一种看穿他的这种伪装之下的脆弱，而女人最吃的就是这一套，那种带入偶像剧悲情角色的女主被一眼看穿的那种感觉，既惊喜又惊讶啊！女生当时就回嗨，习惯了。然后我们怎么回的？就是因为你不说，所以别人才只看到你的高效率、你的聪明能干，却看不到你的熬夜备课、辛苦等等。有时候真的蛮心疼你的，小小年纪这么拼。OK， 这个呢就是 Deep Talk 的策略2了。放大感受，加深对方内心被看见的渴望啊！女生当时怎么回的？确实很累，那天我熬到凌晨2点，有时候也会想，要是有人能帮我分担压力就好了。看到了吗？女生她明显情绪已经就是进入到节奏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他会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受害者心里。那我们当时啊，就是继续回的，说嘴上这么说，真要帮你分担了，你又不乐意了。毕竟以我对你的了解，别人给你帮忙，肯定你会觉得麻烦到别人。女生就会说，哈哈，你怎么知道的？你看起来还蛮直男的，结果你心思还挺细腻的啊。OK，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Deep Talk 策略3了啊，揭示内心的逻辑，通过这种推理式的描述，让女生觉得自己被看透了。那焦哥作为女人，其实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们，我们女人当听到这种话的时候，特别是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的时候啊，然后心里的那种防御机制，说实话会慢慢的撤去，甚至会瞬间崩塌。因为 Deep Talk 的底层逻辑，它就是激发巴纳姆效应，说白了就是独立错觉。因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心里都会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点，他就能够轻松的打破对方的心理边界，达到一个戒形破冰的效果。当然，如果说你是认真看、认真吸收的兄弟啊，现在你就应该能看出 Deep Talk 的一些门道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讲反话，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花的，看穿他轻松背后的逞强，脆弱背后的坚强，还有坚强背后的独立。这个方法你就用，一用一个不吱声。那兄弟后来呢，他也是用同样的思路，两个人聊到了半夜，甚至女生她已经在半夜的时候主动的开始去跟兄弟去讲一些原生家庭的一些事儿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是懂一点两性的这种思维啊，你就知道一个女人主动谈及自己过往的原生家庭，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她对你其实已经产生了依赖和信任？那在这一次之后呢，我又跟进了兄弟大概有将近1个月的时间。那兄弟他慢慢也完全内化了这个 Deep Talk 的内容啊，甚至也学会了很多其他的一些两性博弈的一些方式方法也好，人性的这种底层逻辑也好。接下来呢，我想给你们分享一段兄弟在学习完了以后他自己实践的一个对话片段。这里女生她是怎么说的啊？因为当时他们推进的确实蛮快的，女生就说，我总觉得进度好像有点太快了。兄弟就回复说，如果你是想用这种方式试探我到底真不真诚，那没这个必要。我跟你一样，也希望一段关系能够走到底，所以你不用考虑快不快，你只用问你自己到底想不想。女生当时也回答就说，肯定是想的呀，但是我这个人挺矛盾的，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啊。兄弟这么回的，耐心我可以给你，我不会逼你做任何的决定，但是我不会停下来等你。
不会等你慢慢的准备好，我会按照我自己的节奏继续往前走，直到遇到我觉得非常合适的那个人。如果你能在这之前想通，那我敞开怀抱欢迎；如果没缘分，我是不勉强的，咱做个朋友也是不赖的。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当时这一次聊完天不到1周左右吧，他们俩就是就女生主动说出来说，要不咱俩试试吧。女生主动说的哦。这个呢就是 DeepTalk 的魅力所在了。这个兄弟后续其实我有一直在帮他把关，因为这个兄弟以前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说话的言语习惯，特别是有时候很强势，所以我后续一直有在帮他把关。他俩在今年准备年底要订婚了，祝福他们。可能有的兄弟会觉得说，哎，看起来好像真的还蛮轻松的。没有那么简单，我给你们展示出来的只是一小块。DeepTalk 的核心内部的要义，其实还有就是配合到你的一些强男的动作、强框架要去在不同的时机去点到那个女生所需要的那个点位。你们要知道，这个兄弟在刚开始跟我学习的时候，他非常痛苦的。我是花了大量的精力去给他纠正他个人身上原本养成的一些习惯的。这是为什么我说你在网上学习很多技巧是没有用的，因为你的习惯会推着你往前去继续走，而不是通过你这一刻改变的这个认知，知道吗？所以我希望兄弟们，你们学完了思路，不要去无脑照抄，所有的方法一定是由你的个人的认知及习惯去做铺垫，再慢慢养成的。就像你想要开飞机，那你首先得是个飞行员，得长期的训练，而不是说，哎，你知道这个按键怎么做你就知道飞机该怎么开了。那当然，如果说你也想要和这个兄弟一样高效拿结果，随时点对点，好吧？教课永远都是那句话，弱者才会困于情绪，强者都是用人性征服异性，用实力主导关系。